哎呀妈，逗死我了！我的儿子张打铁，他是一个小混血，但是呢，张打铁去了一个外国局，啥也听不懂，完全不能融入，气得丢下他姐，自己提前走了，气离席了。爸爸，我走了。虽然我领着打铁出去，很多人看着他那个样会说，哎呀，这是个小外国孩，但是大家不知道，俺家这个小外国人啊，他没出过国，而且他还不会说英语，他都1岁半了，才第1次看着从国外回来的爹和姐。在那之前，他生在东北黑土，熟练广场歌舞，唱的第1首歌是9岁的蝴蝶，说的第1句话是干哈呢，老爷？所以他跟这个外国文化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。现在他都2岁多了，他爸和他姐都从国外回来了，但他坚决不跟他俩学英语，而且家里谁一说英语他就烦。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然后昨天俺家小达收到了一个他的朋友的生日 party 的邀请函，邀请函上面还写就是受邀的小朋友可以带着你的兄弟姐妹一起来 party。小达就带着拿铁去了，拿铁本来乐呵去的，蹦蹦哒哒，一心热情扑到了人群之中，被人家一个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直接干直眼了。待了一会儿，发现情况不对，就是看着这么多张嘴在叭叭叭叭说话，但就捕捉不到一句自己熟悉的语言。张打铁离开了餐桌，走向了草坪，问了一句苍天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这什么事情啊？然后他姐呢，非逼着他社交，拿铁也听不懂啊，为难孩子了。老达的朋友带着他玩飞盘，告诉他拿铁够，拿铁够。拿铁说够啥呀？够不着啊，够不着啊！吃东西也不适应，看着这一桌吃沙拉的，喝冰饮料的，拿铁非常气愤，不吃。小达说：“哦，我的小弟弟 ，Do you like the salad？” 拿铁贼横，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小达说：“我让你吃沙拉。”拿铁说：“沙拉，我不吃沙拉。”小达说：“那你要吃啥？拿铁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喝粥，喝粥。反正整个 party 吧，刚开始还跟人主动社交2回，后来完全放弃。有个小孩非常热情过来跟拿铁叭叭叭叭说一堆，拿铁。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回家了，我问拿铁，我说拿铁咋样？你今儿玩的好不？拿铁告诉我不好，那帮人啥玩意儿啊？啥玩意儿？哎，你们想看俺家俩孩子直播卖爹吗？商业街。刚才我带人家一家人去找我一个朋友，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正好在直播带货，我们全家就在他直播的现场等了他1个多小时，就看他直播。结果出来之后，小达跟我说，这活我也能干。我说你拉倒吧，直播带货这个事儿，人家是需要有专业的团队、流程、话术的。大胖媳妇出来了，说我们观察了他们1个小时，基本套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。就现在我就能带着孩子模拟一场直播。小达和张铁都跃跃欲试。我说那你们卖啥呀？我想看看。俩孩子看了一圈，说卖他爸。我说来吧，我很好奇，我看直播带货你们到底看懂了几分？但是家人们啊，我补充一句，这纯是一个孩子们的小剧场，就是模拟演绎直播。孩子们不能直播，我也不卖大胖媳妇儿。首先不得不说，分工和任务都非常准确。小达让张大铁给他当助播，煽动情绪。张大铁说啥意思？小达说就是重复我说的话的最后几个字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就买一个产品啊，就买一个。它原产地在北美，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。受欢迎，耶！3、2、1，商业街，商业街。家人们听我说，它特别能吃，有了它，你家里不怕剩饭，不怕剩饭。有了它，吃不完的饭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好吃的零食不要丢，别扔。长毛的水果不要倒。长多少毛？感谢张彩玲送来的保时捷，爽！感谢张彩玲送来的时尚机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家人们支持。这么多礼物啊，还有这吗？不是咱自己刷的，自己刷。刷礼物摆赠品都拿捏得非常到位。当然了，大胖媳妇一直在旁边指导，她居然还知道告诉孩子，摆赠品的时候不能一下子交代老底儿，必须一个一个加，问观众够不够，这才能营造悬念，烘托氛围。那我们的产品一天到底能为你消灭多少食物呢？正常的一天就吃这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直播间，我再给你加几个汉堡，5个，对不对？够吗？不够，再来，够吗？不够，双击字。今天在这个直播间，家人们听好了，我还送上3个烤冷面，不要炸烤炸，双当。当然张大铁当助播也有重复失误的时候。还有什么呢？还要加可成张大。别说话，说话。你觉得够了吗？他还能吃。注意了，家人们，1个奶茶，2个奶茶，够了吗？够了吧？你说不够？不够，来，3杯奶茶。No。翻这字，1、2、3。
我认为啊，他们的观察非常精准，非常聪明。我有时候看这孩子随机应变的机灵劲儿，不服不行。都说0到3岁前的1000天是成长关键期啊，拿铁喝上飞鹤星飞帆卓瑞，营养上那真是没话说。而且飞鹤作为连续5年销量 No.1 的行业老大哥，就俩字儿靠谱。家人们这么能吃的了，在别的直播间最起码得卖499，今天给家人们打折也得299。在这个直播间，我们跳了网、甩母骂、归赖，只有99.9米。除此之外，家人们还有。在别的直播间这么能吃的，只给你100斤，100花了，真是我拿起来100花了。可能有的人会给你200斤，但是家人们，我给你这个数，如果还是不满意，我再送张彩玲抖音号。不让送，不让送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通过中介找房子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最近我们需要重新租房子，大胖姐就说，当初如果是我找，肯定能找更便宜的。我正好要出差，我说行，那这回就你找。中介的水多深呢？可以教教他怎么做人，但是我怕他真上当，我还托我一个小同事跟他一起去的。结果第一次看房差点让人给打了。他跟我同事说，他跟这个中介自己就能沟通，说中介告诉我们，到什么什么小区找蓝楼3单元502。其实呢，这个来自湖南的中介朋友说的是南楼。按说呢，正常小区它没有蓝楼，好巧不巧，这小区它就真有，不光有蓝楼，还有各种颜色的楼。大胖媳妇就真找到了这个蓝楼，结果中介迟到了，说你找那个电表箱，电表箱里有钥匙，你先进去，房子是空的。按说呀，此502非彼502，电表箱里不该有钥匙。好巧不巧，他就真有。结果隔壁出来个老大爷，开门就骂他，要削他，说人这家住的好好的，你是不是入室抢劫？要报警。我同事跟人解释说，哎呀，大爷误会了，入室抢劫啥呀？入室抢劫哪有带自己2岁儿子作案的？老大爷，这孩子一句英语不会说，我怀疑他孩子也是拐来的。等了一会儿，这个蓝蓝不分的蓝蓝终于来了。进去之后看了房子，领大胖媳妇看了4套房子，没有一套是之前联系时候要看的那套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我要看的那套。中介说那套租出去了。大胖媳妇说，你这样我可以找律师告你。中介说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我跟你说点实话吧，你如果能把预算抬高一点，能找到更好的房子。大胖媳妇说，不用你说，我要是预算高，我还能买呢。然后就跟中介生气了，但因为小区里边太大了，最后还得让人家用专车把他跟他儿子给拉出来。等我回来看他找那房子，我说这都啥玩意儿啊？我说指着你可咋搬这个家呢？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也懒得跟他上火，我先把东西都挂我闲鱼上卖了。我都卖好几回了，全新的戴森吹风机、阿玛尼口红礼盒、胶囊咖啡机、剃须刀、破壁机、空气炸锅电饭煲，还有这个挂烫机，我这些都没用过，15、50全断舍离。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张彩玲就可以找到我了。你们有什么闲置也可以挂上去卖了赚点钱。第二天又看了一个，去之前吧就挺好奇，房子挺大但贼便宜，我同事就担心说，哎，你说不会是个凶宅吧？你8字怎么样？大胖姐说，我8字属于那8字啊，那8字啊。到了地方找到了便宜的原因，自称阳光房，房子的一半是自己打出来的，没有屋顶，玻璃棚，那叫一个晒呀！体感温度40多度吧，拿铁都说热。姐，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中介就说不热，待会儿就好了。结果真事儿啊，出门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玻璃门得从里边拿钥匙开，因为这房间太热了，钥匙插进去之后发现化了，烤软乎了，拔不出来了，最后跳窗户出去的。大胖媳妇出去回头还跟中介说，不热，房子不错，有点费钥匙，我就不租了。对了，你把我儿子递给我，最后一次还真找了个还不错的，是另外一个外国人住胡同嘛，现在要走要转租。大胖姐一进去，俩人就唠啊，他俩最喜欢的点居然是这房子啊里边有厕所，门口还有公共厕所，他们就好喜欢这种所谓的就是老北京本土文化，天天跟老大爷老大妈抢厕所。大胖姐很喜欢呐，快走的时候那老外给他拽住了，说有个事儿我跟你确认一下，哥们儿，你上蹲便怎么上？大胖姐说怎么上？衣服全脱了挂门上啊，那老外说，你看我就知道，我也是，那半夜黑灯瞎火的，我漂白一片，吓坏好几个老头了，影响挺不好的。关键是吧，这胡同80岁以上的老大爷还剩6个，老大爷们都很善良，都是好老头，我很爱他们。你注意点，一共就剩6个，下面一个少一个呀，下面一个少一个。我就是说吧，有啥不好的，不好个好。